中国为什么要严打改装车？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实施一刀切到底是好是坏？我国对车辆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毫不夸张地说，但凡是故意改装的，基本上呢就没有一个是符合规定能正常上路的。这就很令人不解了。在很多人眼中，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不喜欢汽车那千篇一律的颜色，去修车店搞一些好看的涂装，难道就不行吗？其实改改颜色还是可以的，但人们普遍有一个性格特点，那就是不满足。多的不说，在众多非法改装里改排气管一定是算得上前3热门的改装部位。要知道，辨别大部分汽车、摩托车是否属于好车的最粗暴方式就是听排气管的声音。虽然改排气管能让车辆获得更响的声浪，但超过限度时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正常运作。毕竟排气管道的口径一般与发动机适配，这样能让车辆达到功率平衡。但改装成大口径的排气管后，就会导致排出废气的速率增加，进而大幅度降低发动机的运行温度以及进气水平。而发动机作为车辆的心脏，一旦在做工时发生故障，那产生的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就像是一个全速奔跑的运动员突然心脏骤停，难道迎接他的结果就只是简单的停止奔跑吗？对此，有些艺高人胆大的改车人就会顺便将发动机也一并换新。如果说改涂装排气还算是小打小闹，那改装发动机可谓是直接将出行的危险性拉高了好几倍，并且安装发动机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呢，为了让发动机适配，就必须检查缸体状态，一旦尺寸不符，还需要在小作坊再加工，但小作坊的水平有限，因此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在使用中的隐患。随后呢，还需要进行气门间隙、活塞环间隙等大量数据检测，整整17个步骤之后发动机才算是安装成功。在此之后才是启动车辆上路。发动机改装之后汽车能轻而易举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速度。就拿子弹来说，如此小口径的物体达到恐怖的时速之后都能产生强大的破坏力。那如果一辆汽车也有这种速度呢？汽车改造有多恐怖？很多车辆禁改的规定看起来都很离谱，实际上每一个离谱规定的背后都有更离谱的现实案例。与小汽车、机车改装风格完全不同的就是大车改装。我们国家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格的改车限制，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大车改装中存在的各类乱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百吨王的存在。虽然近几年这种改装车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在曾经很久的一段岁月里，各地的百吨王都是非常猖獗的。要知道，大车想要挣得多，那最基本的就是多拉货，但有些人却不满足于现状，反其道而行，通过非法改装车辆承载的方式，强行增加了好几倍的货物运载量。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想必很多人都见过半挂等货运大车，而百吨王车主就是在这种车辆的基础上加装了无数的钢板悬架，并且为了不让重货的惯性让车辆侧翻，他们还将挂车以及车厢进行了加厚处理。最终这些改装者的货车将能达到超出正常水平3倍的承载能力。具体来说，就是甚至能达到恐怖的200吨载重。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按《西游记》中的金箍棒原重量算，百吨王一次性就能拉着接近30根棒子出行。这些百吨王带来的压强能轻松破坏任何平整的路面。除此之外，非法改装的大货车对其他车主的安全也是有非常大的威胁的，因为重量越大，惯性越强。就算是一般货车全速前进时，想要刹车都非常不容易，那么百吨王的刹车距离就更难以预估了。一辆飞速行驶的百吨货车，即使在距离100米的地方全力刹车，想必也没有人真就敢站着不动去计算刹车安全距离。与此同时，这些车主在遇到意外情况时，第一时间从来想的也不是怎么避免事故的发生，反而是象征性的踩刹车而已，而这就导致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致命威胁的可能性就更高了。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引起的影响太过恶劣，所以如今我们才能制定出了如此严格完善的禁改规定，从而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保护到他人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改装车有多恐怖？由于大车、小车、机车的改装统称车辆改装，所以越来越多的改装车爱好者认为自己是被大车改装耽误了。他们觉得如今的车辆禁改规定太过严格，虽然对大车改装这么严格是好的，但小车、机车也这样，难免有点连坐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知道，社会中善于钻营的人向来不少。一旦真的按照车辆的种类规定不同的禁改条文，那就必定会催生出各种奇葩的民间汽车。如今，仅仅是在新能源领域，一些老头乐就存在着难定义的情况。而这些车辆的相当一部分车主其实都是老年人，他们出行时愿意走机动车道就走机动车道，愿意走非机动车道就随意拐弯，可谓是真正的马路杀手。如果现在放开禁改规定，那用8块电动车锂电池拼接的4轮车应该属于什么车辆呢？这种车辆又需不需要考驾照呢？诸多问题就会随之显现。而在我们完善相关规定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各类新型的交通事故。到时候认定事故责任时，其实也容易因为两方到底属不属于非机动车的问题而产生责任认定困难的问题，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且对社会的稳定也会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社会秩序的结果，本身就与法律的意义相违背了。所以立法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车辆禁改分级有多么不可能了。总而言之，虽然在车辆禁改的严格程度上，使用统一标准确实会让小部分人产生异议，但为了更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着想，其实一刀切还是利大于弊的。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